投资专家巴菲特比起金钱更在乎时间，他不喜欢浪费时间。查理芒格曾说，巴菲特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忙，他的工作时间有 80% 是花在阅读与思考上，这就是造就史上最成功商业记录的原因。想想我们的人生，总是会花很多时间在思考及规划，因为这会让我们对于事件的处理能更加精确的操作，也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效率。而现在很多人几乎每天都在做几个会浪费时间的行为，故导致他们都没有时间可以处理好事情，也造成了低效率的产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，今天要分享的是，请停止以下5种浪费时间的行为，别再假装努力了。人不要让自己一辈子一直在穷忙。1. 做事3分钟热度。人做事为什么会有3分钟热度呢？不外乎是因为好奇心、好胜心，它会让人在刚开始对一件新事物产生热情，但有时当你开始着手做这些事时，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故为了避免承受未来可能的失败，有时就会选择放弃或退场，结果导致每件事都是半途而废，最终一事无成。这不止浪费时间，也会对一个人的自信和心力造成无形的损耗。但容易放弃是人的天性，其实还是可以克服的。若想要改变3分钟热度，其方法是，当你决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先养成天天做这件事的习惯，再追求做这件事的强度和质量。但要如何天天做这件事呢？就是降低自己做这些事的标准。例如，想利用运动来减肥健身，在刚开始时，可以先每天花半小时，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后，再慢慢从中找到乐趣。当你觉得每天运动半小时已变成是一件习惯和简单之事，便不会再消耗你的意志力了，就可以加强力度，增加到1小时。大家都知道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你现在看到一些很努力和坚持的人，相信他们刚开始时也有懒惰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人是天生就很厉害，或是很自律和坚持的，其大部分也都是靠每天一点一滴努力不懈累积而成的。2. 为和平假装合群。当你和一个群体交往，感觉到会累的时候，即可说明你们可能不是同一类人。合群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学习，彼此提升，或者是为了纯粹而真实的情谊。倘若不是为了这2样，只是浪费很多时间，很多人会怕别人说你不合群，那些明知你不乐意，还要拿着合群来为难你的，其实只是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故若合群没有用，那就独善其身吧。人不要只是为了单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，就害怕冲突而去虚与委蛇，或假装融入你不喜欢、不契合的团体。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真正有所成就的人都会用那些不合群的时间去重塑真正的自我。有时候不是别人绑架了你的意愿，而是你用不切实际的期待绑架了自己。故建议大家无论何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定出有利于公司、组织或自己的良好目标，并选择志同道合的同事、朋友、族群，为选定的对的方向去努力，才是首要之道。3. 无目标又没计划。人有时会感到茫然，因为随着日子的过去，在生活或事业上都不见起色，故会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其实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因为没有目标。人应该要订立自我的目标，以及有计划性的去规划未来，不是一天到晚只会去妒忌别人，为什么他可以过得比我好。人应该可以先思考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然后定出目标及做好计划。也可以去模仿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，例如读他们读过的书，走他们走过的路，从认知与行为跟他们学习，进而复制他们的成功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实施老二哲学，例如可以找出该领域或该公司的佼佼者，或者是首领老大，加以学习或效仿。因为人不一定一生中只能跟一个人学，人可以在不同的阶段跟着不同的人学习他们最优秀、最突出的一面，然后运用到很熟练，最后就变成是自我的能力。
这样也能逐步融合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然而，有时人虽然会订立目标，却有可能发生计划会赶不上变化的状况，这样失败的几率也会比较高。因为72小时法则，当人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倘若72小时内没有去做，那去做的这件事的几率就趋近于零了。还有人们总喜欢等待所谓的机会，总是想准备好一切再行动，也会想要一个完美的开始。今天的事就推明天，明天之事推延后天。固定立目标和拟定计划，也应注重现实以及思虑周详，切忌草草了事，也要培养专注力和行动力，并且马上去做。虽然有时候即使面对自己喜欢的事，也很难开始执行。最后建议大家要学会定较切合现实中能达成的目标，因这会使事情变得较明确，也容易实施。再加上若有拟定好的计划和策略，就更可以掌控一切，并能让人更容易的去达成。4. 活在过去负能量。一直活在过去的人，会永远的错过现在，因为若老是在后悔或缅怀过去，又对未来非常焦虑，就可说明你现在过得并不是很好，或者说你现在跟以前的心态、对事物的看法和做法也有了不同。有些人总是会后悔过去的某个选择，会想着早知道这样就好了，假如我没有这么做会怎么样呢？以至于眼光始终无法向前看，不断纠结过去的那些事。大家都明白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故建议人们不要想太多，应该去户外多多活动，让自己的身心灵放松，或者去旅行，转移注意力。你也可以开始抽空去运动，或阅读、听音乐等，进行一些爱好来填补时间。如果一个人自律起来，让自己生活过得充实，就没有空去想那么多。有些人会让自己处于不好的心情中，导致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去做，或不愿意做。其实负能量只会让自己更加烦恼，却无法解决任何事情。如同霍金所说的，倘若你患有残疾，这也许不是你的错，但抱怨社会或指望他人的怜悯是毫无益处的。故建议可以试着去找回以前好的及正向的心态，以及应该多去接近那些可以给你正能量的人，因为真正的益友是能相互鼓励及成长的。5. 只会抱怨和责备。无论是在家里、学校或职场中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，他们事事都挑剔，处处不满意，抱怨的理由也很多，例如老板太苛刻、薪水太低、工作环境不好、怀才不遇等。这些理由听起来好像不无道理，可是想想又似乎不太合逻辑。因为人是活的，工作环境若不好，老板又很刻薄的话，其实可以离开呀。若因薪水太低、怀才不遇，也可以找一个较重视你的公司啊。故后来有发现，往往越爱抱怨的人，就越难做出改变，因抱怨只是把责任强加于他人。就像是小孩在家犯了错，家长要处罚的时候，孩子就会抱怨说，是姐姐叫我做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议父母可以用鼓励的方式，找出解决的途径，不要一味的只接受抱怨，或只会用责备、惩罚的方式对待孩子，不然等他们长大后，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。另外，有发现爱抱怨的人，他们不太想利用自身优势，把事情变得更好，反而比较像小孩一样，希望你能帮他们处理好所有事情。像是在公司里，员工对于自己的绩效不佳，往往就会抱怨，是公司没有给我机会。很多失败都是抱怨造成的，因为面对失败，通常只会想推卸责任，甚至有些抱怨者常常也会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某些权利。例如，在公司里，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团队当成是第二个家，一旦团队发生了变化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，因此需要让这些人积极参与变化的过程，无论是工作职务划分，或是要团队重组等。若让这些人参与其中，或许能使他们感到安心，同时希望借此能让他们停止抱怨。再假设，倘若你看见不断犯错的部属，会不由自主感到恼火，这时千万要留意自己的脾气，因为情绪化的行为、言语不仅无法带领部属成长，责备本身也会变质为人身攻击的谩骂，
变成单纯在否定对方人格罢了，还会伤及自尊心，招惹怨恨。故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要口出恶言。最后重点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用抱怨或批评责备就能解决的，比较需要的是用人的行动力和正向的思考模式，并运用循序渐进的方式，慢慢的去化解、去解决。故建议大家努力做到不抱怨、不批评、不责备，并以包容的心去看待他人哦。